女人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折磨自己的受夫，不仅包下蛇受夫的皮泡酒，打碎狼夫的骨头做花肥，更是拿狮子受夫的肌肉做成红烧狮子头。终于在星际指挥官的调查下，在其地底挖出了10几具遍布边痕的雄性尸体，于是将其押入星际监狱，其中关押着的都是被妻主折磨到精神崩溃的雄性兽人。所以雌尊雄卑的星际法则在这里行不通，而小色鸟就是其中之一，本能驱使其折磨每个押来监狱的雌性兽人。和木染一起被抓来的雌性还有迪亚，此刻小色鸟已经在女人身后架起了长枪，穿越而来的木染还在一脸懵逼，但为了保住清白，两人用尽全身力气从鸟爪下挣脱了出来。见证正举着武器的大鸟愤怒了，鸟瞳瞬间变得通红，愤怒地长鸣了一声，这声音差点震破两人的耳朵。失控的流浪鸟兽愤怒地撕扯着两个雌性。当两人绝望之际，又一道声音加入了进来，鸟兽已经和另一只大鸟打斗了起来。见状，蒂亚狠狠地松了口气，没空管被扯坏的外衣，赶紧把木染拉起来，快，我们快跑！木染惊魂未定地被蒂亚拽着起来，身上有些疼，但管不了那么多。木染被对方拉着跑，一边跑一边问出心中的疑惑：蒂亚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为什么那个怪鸟还会喷火？还有你说的气兽是什么意思？闻言，奔跑中的蒂亚回头古怪地瞅了他一眼：你不是兽人帝国的雌性？啥意思？木染更懵逼了。蒂亚目露复杂，等安全了我们再聊，现在不要说话了，保存体力，先活下来再说。说完便不再回答他，一股脑地朝一个方向逃跑。蒂亚一边奔跑，一边注意着周围的情况，避免刚出狼口又入虎穴的风险。而一旁的木染正全力以赴地奔跑，这运动量已经超出他的负荷了。直到周围听不到一点动静，天上也看不到任何生物的影子时，两人才停了下来。遗憾的是，还没有找到可以躲避的山洞。木染，你休息一下吧，我们等会再走。蒂亚怕这位娇弱的雌性未婚，便提议休息一下。周围暂时没有什么危险的气味，可以停留一下。虽然雌性对气味没有雄性那么敏感，但也能分辨基本的危险。累极的木染心里真是谢天谢地了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他拖着冠谦的双腿挪到树下，由于奔跑的途中一直张着嘴喘气，导致他一坐下就感觉十分的口干舌燥，口渴的不行。我好渴呀，这哪里有水啊？木染无助地看向周围，变态鸟的巢穴在丛林里，他们朝一个方向一直跑一直跑，说实话早就没了方向。看木染嘴唇发白，蒂亚轻皱了皱眉，其实他也渴了，但他们身上没有水，周围连野果树都没有。面对生存危机的蒂亚，看向还没缓过劲的雌性，提议道：木染，你先在这休息一下吧，我去附近看看有水源没有，我们得在天黑之前找到能休息的地方。木染听后便道：我和你一起去找。说着就要起来，但运动过量的双腿刚站起来，就又发软地坐了下去，不轻不重地摔了一下。木染尴尬不已，他好废啊。蒂亚心知他是真走不动了，便走过来轻拍他的肩膀：行了，你休息吧，我就在附近看看，不然我们俩都要渴死了。知道自己会扯对方的后腿，木染不好意思极了：我知道，那你快去吧，等找到了谁你一定要回来叫我呀。蒂亚嗯了一声，好笑道：放心吧，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木染感激道：谢谢，蒂亚，谢谢你。蒂亚真是一个好人，这一路逃跑他看出来了，对方的体力比他强了不知道多少倍，如果不是照顾他，人家早跑远了。蒂亚摇摇头，严肃道：我帮不了你多少，在这里你只能靠你自己。我也是，雄性在这里存活下去都十分困难，更别说他们两个雌性了，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。木染明白对方的意思，重重的点头道：我明白。蒂亚点了点头，明白就好，不多说了，我先走了。木染再次点头，说完蒂亚就离开了。看着逐渐消失的身影，木染欲哭无泪，对比人家他就像个废物似的。不行，他得加强锻炼了，不然没法在这原始的丛林生存下去。蒂亚口中奇怪的话，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的陌生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他甚至怀疑他是不是都不在地球上了。建国这么多年，动物都不许成精了，哪里来的喷火鸟啊？还有他自己身上的异常，这诡异的一切让木染眉头紧锁着，也就没注意到他头顶上有东西在动。粗壮的树干上，不知什么时候延伸出了一条细小的绿藤，狗狗碎碎地朝着雌性的背部靠近。由于很细小，雌性隔着衣服根本察觉不到，绿藤试探地落在衣服上，从这个尖头滑到另一个尖头，当碰到雌性肩上的伤口时，又迅速地往回缩了缩。绿藤灵活地在 T 恤上跳着舞，而靠着树休息的木染什么感觉也没有，最多背后的树有些粗糙，有点硌得慌，但有的靠就不错了。这时候还挑什么？休息了大概10几分钟，木染活动了一下手腕和脚腕，正活动着，忽然身体一顿，好像有虫子掉到他裤腰里了，有点痒。他费劲地用手隔着牛仔裤挠了挠，但只能止痒却找不到虫子，这里满地都是小虫子，脏死了。越想越受不了的木染只好站起来，用力地蹦了蹦，直到感觉不到虫子的存在才罢休。休息的差不多了，他看着空无一人的周围，想了想，木染决定还是再等等吧，等到天快黑的时候，他再去找人。两人萍水相逢，非亲非故，他不能太过依赖和信任对方，他要做最坏的打算，无论什么时候他只能靠自己。木染轻叹了口气，环顾着荒无人烟的周围，绕着周围慢慢走着，试图寻找可食用的东西。他现在又饿又渴，哪怕有一管难吃的牙膏食物也好啊。雌性不继续靠树坐了，细小的绿藤显得有些失落，它的藤间还残留着雌性的体温，那么温软和湿滑。注视着在周围走来走去等同伴的雌性，心中的雀跃和惊喜无人能知。绿藤激动地晃啊晃，木染刚好看见这幕，但他没有多想，单纯的以为是被风吹动的，仅看了一眼就收回了视线。他总觉得这里不太对劲，这片植被怎么这么稀少？
一开始还没注意，走了2圈才觉得哪里不对劲，近几百米的范围内怎么只有一棵树呢？奇怪，木染嘀咕着，打算往远处走走看看。眼看雌性往远处走了，绿藤急切的想要跟上去，连带着树干都晃动起来，树叶发出沙沙声，这动静不大不小的传到木染的耳朵里。他顿住了脚步，狐疑的朝身后看去，看到树叶在晃动，他怎么觉得地面好像动了动？不会是要地震了吧？念头刚一闪过，木染就觉得自己神经过于紧张了。天气这么晴朗，怎么也不像要发生天灾的样子。正要转身继续走，突然听到了一声鸟鸣，木染的神经末梢猛地一跳，下意识的抬头看去，当看到天空出现了小黑点时，心立马就沉了下去。怎么办？变态鸟追过来了！他想也没想的转身就跑，慌乱之下没注意脚下，没跑2步就被一块石头绊倒，重重的摔了一跤。木染一声痛呼，心里暗骂自己太废了，真是人倒霉，起来喝口凉水都塞牙。顾不上疼，赶紧从地上爬起来，但这一跤的耽搁，天空上的小黑点已经变成2个大黑影，朝着他俯冲了下来。木染俏脸霎时间变得苍白，怎么会是2只？完了，他这次是真的完了！眼看着大鸟的利爪伸了过来，他忙抬起手臂护住自己，不要！就在利爪即将刺破血肉之际，耳旁突然冒出破风声，紧接着就听到怪鸟发出尖锐的啼叫。木染惊慌地睁开眼睛，却看到了惊愕的一幕，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巨粗藤蔓正在抽打天空上的2只怪鸟，其中一只怪鸟躲避不及，被藤蔓缠住了身体。只见那根藤蔓绕着大树抡圆，绕了足足3圈才用力的给扔了出去。剩下的那只怪鸟见状，不由目露惊惧，迅速的飞到上空，鸟瞳闪烁不定着，寻找破绽。它的目标是下方的雌性，它升到高空之后，下面的藤蔓就奈何不了它。它瞅准雌性的方位，立即如同一颗流星冲了下去。怪鸟的速度很快，但藤蔓的速度更快，本来只有1根藤蔓，现在竟变成了2根，张牙舞爪的挥舞着。怪鸟口中连连喷火，烧了一段藤蔓后，当即便逃之夭夭，藤蔓被烧掉了一截，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再次生长了出来，愤怒的在半空挥着，只要那2只再冒头，必定要把它们给全部绞杀。这场面太过震撼，使得木染像看傻了似的，实则正在心里疯狂的呐喊：妈呀，这个地方太疯狂了！会喷火的怪鸟，成精的草木，太可怕了！他要回家，恐惧的咽了一口口水，他悄悄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扭头就跑。然而下一秒他跑不动了，低头看着被绿藤缠住的腰部，脸色变得非常难看。算了，他累了，不过是又换个死法而已，人固有一死，看淡就好。木染心里看淡了，但身体还在很诚实的颤抖着。他不知道这成精的藤蔓要怎么弄死他，未知的东西永远是最恐怖的。他闭上眼睛，等待着死亡的来临。只听咔咔一声，他手腕上的手铐被藤蔓给绞断了，接着是脚铐。木染害怕又不解地看向藤蔓，怎么个意思？嫌手铐不好吃，先得拿下来。手铐脚铐被绞断之后，变细的藤蔓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雌性的身体，在雌性面前晃动着身体邀功。木染满脸惊讶，什么情况？这是在举行什么诡异的仪式吗？木染心里很害怕，莫名其妙地看着在前方扭得很骚包的绿藤，像一棵海草，随波飘摇，纠结地咬了咬唇。你想要干嘛？他莫名觉得这根成精的藤蔓对他似乎没有恶意。话音刚落，前方舞动的藤蔓又再次欢快地舞动起来，敖雌性的声音又软又好听。木染觉得他好像听懂了似的，他再次试探地问道：你能听懂我说话是吗？谁知藤蔓竟做出了人性化的举动，他学着人类点头那样点了点藤尖。木染惊讶得不得了，竟然真的能听懂。他激动道：谢谢你帮我赶走那2只怪鸟，你太厉害了。被雌性夸赞的绿藤忍不住心情雀跃，藤尖想要去蹭蹭雌性的手腕，只是还没碰上就被对方躲过。木染下意识地缩回手，虽然这根藤蔓筋帮助了自己，但还没确定是好是坏呢，哪敢让这玩意触碰自己。雌性拒绝的态度让藤蔓有些失落，也不扭了，蔫蔫地挂在树上。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这一幕，木染竟诡异的感觉他好像不开心了。错觉吧，这里的一切都太奇怪了，只有迪亚才能给他解惑。他迫切地想要知道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。木染决定现在就去找人，他对藤蔓说道：谢谢你的帮忙，我得走了，我要去找我的朋友。绿藤立即缠住了雌性的脚腕，冰冰凉凉的带着草木的清香。不可以，一个人太危险了。木染吓了一跳，看着绿藤缠住自己的脚，很是不解。你不想让我走，为什么？但是绿藤没法给他解释，只是缠着他不放。见他没有伤害自己的意思，木染不解中透着无奈。我知道你想跟我玩，但是我现在又渴又饿，我再不找东西吃找水喝，我就渴死了。原来雌性饿了呀。绿藤有些懊恼，是他的疏忽，竟然忘了雌性的需求。就看见藤蔓开始变粗，然后把他整个人都给缠了起来，这如同蛇一样的缠绕感让他惊叫出声。你干嘛？放开我！木染脸色一白，这藤精不会说变脸就变脸了吧？绿藤也怕吓到雌性，但他什么话都传达不出去，他已经丧失了语言功能，或许要不了多久，他的理智就会彻底崩溃，不再是植兽，而是真正的一棵树。救命啊！你放开我！木染已经吓坏了，不停地挣扎和拍打，雌性的小力道对他来说痒痒的，怎么打他都没关系，就怕他把自己给摔了，只好稍稍收紧了一些，确保对方不会掉下来。然后五滴都被翻了上来，只见杂乱绵长的根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收缩着，缩成半米长短，从中间分叉，像人腿那样站立在了地面上。木染的嘴巴已经张成 O 型，黑宝石似的瞳孔不由自主的放大。妈呀，竟然是树精，好吓人！他想要干什么？树精动了，他迈开自己看似笨拙的树腿走动。如果此时有人在天上，就会看到这匪夷所思的一幕：一棵树在下面奔跑，而树的顶端竟坐着一个女孩。
太不可思议了。坐在树杈上的木染不敢再挣扎了，他一开始以为树精要吃他，现在看来他似乎是要带他去什么地方，那就先看看吧，反正最坏的结果就是一死。他早做好了准备。木染想开了，还能欣赏两眼沿途的风景。不过树精奔跑速度太快，看不清什么。树精带着他穿过密林，来到一条小河边，木染才恍然过来，原来你带我找水喝呀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他有一丢丢的惭愧，树精还是在帮他。绿藤晃了晃，然后把磁性给放了下来，双脚落地后，腰上的藤蔓就离开了。这次木染面对比他高一截的树精，双手合十，真诚地表达谢意。谢谢你。绿藤似乎羞涩了，犹豫地用藤尖碰了碰他的手臂，然后指了指河面，似乎在催促着他去喝水。木染看懂了他的意思，对着树精微微一笑，转身朝着河边走去。殊不知这一笑把直兽给激动得不轻，如果他能早点遇见这么美丽可爱的雌性就好了，或许他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有时候他会痛恨自己的精神力太高，哪怕是精神力最高的女王都跟他匹配不上，导致精神力崩溃，退化成野兽。丧失语言能力是理智消散的前兆，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。而对此一无所知的木染正蹲在河边捧着水喝，正欲起身，这时侧面传来惊讶的声音：木染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他转头一看，戴着手铐脚铐的迪亚抱着一个奇怪的东西正朝这里走来，惊奇地打量着木染。他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找到这处水源，他刚找到合适的容器，准备装点水回去叫人，没想到找容器的功夫，对方就出现在河边了。木染见到他也很意外，不过更多的是高兴，忙起身道：迪亚，太好了，你也在这里。是树鹅，他带我过来的，不然我一个人怎么可能走这么远？说着他指向了后方的树精。谁？迪亚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向了树，他视线看过来的同时，绿藤也朝他晃了晃，像是在打招呼。下一秒迪亚便大吃一惊，天，是气兽！下意识地拉住木染，准备随时逃跑。气兽一出，让绿藤打招呼的动作瞬间一僵，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。一旁的木染不知道第几次听到这个词汇了，他忙问迪亚，气兽到底是什么？迪亚目光警惕地盯着直兽，解释道：气兽就是精神力崩溃、失去理智的雄性兽人，如果碰上一定要躲得远远的，不然会折磨死我们的。随着雌性开口，直兽绿藤也无力地垂了下来，因为他说的没错，等他撑不住的时候，他就会变成毫无理智的野树人，是在土里沉眠还是无休止的厮杀，他自己都不能确定。以为解释完会吓到木染，谁知对方竟问：我还是听不太懂，雄性兽人又是什么？这话让蒂亚不得不转头看向他，神色有些复杂。你不知道什么是雄性兽人？你不是兽人帝国的雌性？木染摇头，不确定地问道：我不是啊，我来自华夏，我们所在的星球还叫地球吧？这话一出，让蒂亚和直兽都有一瞬间的沉默。地球？似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。看向茫然的木染，蒂亚缓缓说道：我没听说过地球，不过这里是瓦莫星，是气兽们的聚集地，我们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。瓦莫星？什么鬼？这下木染是彻底懵逼了。他通过下水道穿越到了一个叫瓦莫星的地方，这年头穿越小说可没少看，没想到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他环顾了一周，看着艰难的生存条件，忍不住替自己担忧着。经过长达半个小时的沟通，两人互相交换了信息。通过他的描述，蒂亚的理解是，这个叫木染的雌性不会变兽性，并且来自偏远星球，那里信息不发达，怕是被星际贩子给拐到了维多利亚星。木染也基本了解了兽人帝国的信息，这才明白为什么那个怪鸟会做出那么变态的举动。原来怪鸟以前是雄性兽人，木染想想就难为情，幸好有迪亚帮他，不然肯定稀里糊涂的就被他心有余悸着，连带着看向树精的眼神都透着几分怪。这棵树也是雄性兽人哎，不会也是抱着那种心思吧？直兽被雌性看得又尴尬又心虚，幸好此时的他是兽性，对方看不出他的真实想法。他活这么久，连雌性的小手都没有拉过，第一次跟一个雌性距离这么近。直兽默默地一动也不动，但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雌性身上。迪亚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话音刚落，在场的两人一瞬就听到了一阵咕噜噜声。木染悄悄捂住了肚子，俏脸微红，他大半天没吃东西了，又跑了那么久，饿也是正常的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后者轻咳一声，我们接下来该吃饭了，再不吃东西就饿晕过去了。这时的绿藤又挥动了起来，两人朝直兽看了过去。蒂亚默了几秒，笃定地问：你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对不对？绿藤点了点藤尖。见状，蒂亚一直提着的心才放下来。丧失理智的气兽残忍嗜杀，绝不会是直兽这样。木染真是一个幸运的雌性，竟碰上了一个还有理智的气兽。蒂亚这么想也这么说了出来。木染，你很幸运。木染无语，第一次有人说他幸运，幸运能到这种鬼地方吗？他心里苦，但他不说，说了也改变不了事实，只能接受和勇往直前。在他的信念里，只要能好好的活着，一切都不算太糟。我们还是先找东西吃吧。蒂亚，你知道这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吗？他把长发往耳后撩了撩，搜罗着周围可以食用的东西，如果有野果子什么的就最好了。蒂亚却被他白皙的手腕吸引了目光，错愕地问：木染，你手铐呢？再往下一看，脚铐也没有了。木染闻言看向了蒂亚还戴着手铐的手腕，笑着指向直兽说道：树纹是他用藤蔓给我解开的，他真的好厉害的。闻言，蒂亚忙眼睛放光的看向了直兽，朝直兽靠近了2步。恢复自由后，蒂亚毫不吝啬的给直兽竖起大拇指，谢了朋友，你以前一定是个厉害的雄性，就冲对方还保持着理智，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了。绿藤轻挥了一下，像是在回应对方，接着他再次动了，来到了木染的身旁，用藤蔓缠住对方的纤腰给挪到自己身后。木染正不明所以，就看到绿藤慢慢变粗变长，然后重重的扎入水里。还站在河边的蒂亚毫无防备的被溅了一身水，而木染有直兽挡着，倒是什么事也没有。蒂亚无语，你礼貌吗？
蒂亚你还好吧？木染哭笑不得地看向他，挡在他身前的雄性兽人，以前一定是一个温柔有担当的雄性。还好。这语气颇有些咬牙切齿。蒂亚一边抖掉衣服上的水珠，一边后退几步，给树人腾地。他看出来了，这气兽对木染有意思。可惜啊，蒂亚正准备调侃他两句，忽然一个东西朝着两人飞来，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。两人低头一看，是一条大肥鱼。木染亮晶晶的星眸朝直兽看去，就见对方又捞出来一条大鱼，被藤蔓紧紧的缠住，然后朝他们丢了过来。哇，你太厉害了！得到雌性夸奖的直兽尾巴都快要翘上天了。虽然他没有，一旁的蒂亚轻撇了撇嘴，真是单纯的年轻雌性啊，2条鱼就能这么高兴。他一手提起一条，招呼道：“不用再抓了，这2条已经够吃了。”闻言，直兽只好停了下来。不过他很开心，他还是能为喜欢的雌性做些事的。木染真的太感谢树精了，第一次觉得一棵树精也可以这么帅。渴了就带他来找水，饿了立马给他抓鱼，多么好的兽人啊！看蒂亚捡起了鱼，他主动道：“蒂亚，你来处理鱼的内脏，我去捡树枝，咱们吃烤鱼。”等等，蒂亚喊住了他，冷艳的面色有些微的不自在。我不会处理鱼，要不你来吧，我去捡树枝也行。那我们分头行动吧。木染无所谓的把鱼接过来，心里是有些奇怪的。蒂亚野外生存那么强，却不会处理鱼，好奇怪。但他哪里知道呢？雌性从来都不自己烹饪，这些都是保姆机器人和雄性的活。木染开心的哼着小曲，提着鱼尾巴朝河边走去，打算开膛剖肚。但是鱼还没死，且是2条大肥鱼，一条能有5斤那么重，稍微扑腾一下，鱼就脱手了呀！木染惊叫了一声，对着在地上扑腾的鱼有些束手无策。他没自己杀过鱼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正考虑要不要找石头砸死的时候，绿藤动了，在鱼头的位置狠抽了一下，然后鱼不动弹了，以及鱼头也被抽烂了。木染无声地看了直兽一眼，蹲到河边把鱼身体给清洗干净。就是稍微粗鲁了那么一点点，其他都很好的。木染蹲在河边娴熟地用石头给鱼去鳞刮腮，一旁的直兽看着树干都快要揉出水来，小雌性真能干，他好喜欢。很快木染就把2条鱼给清洗干净，那边蒂亚也找好了树枝。这是一座关押100万雄兽的星际监狱，每个进入的雌性都要被扎，只因里面的每个兽人都是被妻主折磨到精神力崩溃的兽夫，成为敌我不分的疯兽。木染刚进入星际监狱，就幸运地遇到了仍有意识的直兽人，帮助木染找水、抓鱼、坐顺风车。此刻蒂亚正用火系异能进行烤鱼，等待中是最无聊的。趁此期间问起了直兽：“我们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，总不能一直喂的喊你。”绿藤朝他们挥了挥，但2人均是一头雾水，不明白他的表达。木染想到对方不会说话，便道：“你不会说话，你可以把名字写出来，没准我们还认识。”这倒是提醒了秋，他迫不及待的用藤尖在地上写了一个字，文字是陌生的，但木染却能看懂。他下意识地念了出来：“秋。”绿藤激动地摆动着，雌性念他的名字真好听，再叫他秋。蒂亚轻皱了皱眉，并没有在记忆中搜到哪个直兽叫秋，不过也正常，兽人帝国实力强的雄性那么多，他并不是都认识。秋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是狮兽雌性蒂亚。蒂亚朝绿藤伸出了手，绿藤象征性地缠住他手，轻晃了一下，然后迅速抽开，藤蔓移向了木染。木染忍不住轻笑了笑，学着蒂亚那样和绿藤握手：“你好阿秋，我是木染，很幸运能认识你。”这次绿藤是迫不及待地缠绕上去，上面布满细小的植物尖刺，轻轻摸还好，稍微用点力就会拉手。雌性柔软的掌心让秋浑身一震，激动的神经末梢都抖了一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在雌性的掌心下，他觉得浑身说不出来的舒服。藤蔓缠着久久不愿意放开，任凭木染把绿藤握在手心里把玩研究，直到蒂亚调侃出声：“好玩吗？这么久都不舍得放开。”木染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一直握着人家的手，脸刷的就红了，赶紧把绿藤给松开，对树尴尬道：“抱歉啊，我忘记这是你的手了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秋一脸尴尬，藤蔓不舍得摆了摆：“小雌性，你不用说抱歉，他愿意让摸的，摸多久都没有关系。”木染见状，不好意思的吐了吐舌头，太尴尬了，希望人家不会以为他在耍流氓。2人之间的互动全被蒂亚看在眼里，忍不住一乐，故意说道：“木染，我怎么觉得秋他巴不得让你多摸会呢？”木染无语的看向面带揶揄笑的蒂亚，嘴角忍不住狠抽了抽：“蒂亚，你别乱开玩笑，人跟树这玩笑也开得起来。”蒂亚呵呵笑着：“你啊，不要把雄性想得太简单哦。”木染心想怎地，都成树了还能有坏心思？秋表示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绿藤慢慢的转向了蒂亚，蒂亚莫名的起了层鸡皮疙瘩和一股隐隐的威胁，他忍不住心里好笑，调侃并警告的看向藤蔓：“调情占雌性便宜他可以不管，但来真的就不行。”木染还没有雄性伴侣，他不能被一个气兽给糟蹋了。雌性眼中的坚持不容忽视，秋沉默后就慢慢的移开了。藤蔓缠到树干上，默默的做他的树避嫌，一棵树避嫌。木染被自己的想象笑到了，给2条鱼翻了翻面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看着鱼被烤的颜色渐深，他忽然懊恼道：“哎呀，我们没有调料怎么办？”蒂亚听后皱眉点头：“你不说我都忘了，盐我们必须得有，不摄入盐不行，1顿2顿没有盐还行，要一直没有盐，他们的身体会出问题的。”旁听的秋再次挥动了绿藤，在地上快速的写道：“不用担心，我能找到盐。”2人看得眼睛一亮，木染惊喜道：“蛙秋你太厉害了，我们能碰上你真是太幸运了。”绿藤高兴地摆动着藤蔓，晃晃悠悠地朝雌性靠近，直到挨住他的鞋边不动了。但木染却把脚挪开了：“你别把手放在这里啊，鞋子很脏的，我给你找个树叶垫垫吧。”他以为藤蔓就是直兽的手足，人家的手跟自己的鞋挨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便起身去找了几片干净的叶子铺在地上。见此，秋只好移到了叶子上，
虽然肉还没吃上，但看着一人一树挨着做，他倒是有点饱腹感了。蒂亚看着看着就走了神，不知道在他被抓后，他家那2个雄性会不会来找他？还有那个叛徒。金童泛起冷意，拳头微微收紧，希望他回去后，那个叛徒还好好的活着，他要亲手解决掉他。烤鱼的香味已经蔓延了出来，蒂亚清秀了秀，眸中的恨意顿时被饥饿所取代。而木染正拿着一根干净的木棍戳着鱼肉，一边轻咽口水一边道：“感觉可以吃了哎。”蒂亚眼睛亮得发光，那还等什么？我们赶紧开吃吧！两人也不嫌烫，一人拿下一条。蒂亚不知道是手皮厚一点，还是耐热性好，虽然也烫，但不影响吃，吃得让人眼馋。木染眼巴巴地看着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但烫得下不去手，只能干举着。秋受不了雌性想吃又吃不到嘴里的可怜模样，将鱼肉用藤蔓缠住在空中，快速地挥舞着，强大的风力让热气散得很快，没那么烫了后再递给对方。木染双手捧着还温乎的烤鱼，崇拜地对直兽说道：“秋，你太全能了。”他不敢想象对方以前能变成人的时候，该是多么的贴心暖男。秋是妥妥的暖男，嘿嘿，小雌性又夸他了。秋高兴得不得了，绿藤控制不住的小幅度晃动着，不知道多美呢。另一边鱼还烫手的迪亚看得一脸黑线，当然木染不会忘记他，秋自然不吝啬帮忙。同样的流程又来了一遍，最后两人都捧着一条比脸还大的鱼，吃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。鱼可不小，哪怕再饿，木染也吃不下几斤重的鱼，努力的吃了一半，打算去找几片干净的树叶来将鱼包起来明天吃。迪亚诧异问：“这才多少肉？你已经吃饱了？”他点头嗯了一声：“真的吃不完，太多了。”迪亚语气了然道：“怪不得你跑不动，吃这么点一会就消耗完了，这一条也就让我吃个7、8分饱吧。”木染一边用树叶包好，一边哭笑不得道：“咱俩身高体型摆在这里，你运动量也大，饭量比我大也正常啊，身高比他高一个头，穿着骑士装也掩藏不住身材丰满，最关键人家不是人啊，所以这饭量能一样吗？”迪亚倒没有反驳，也对，是你太瘦了还缺乏锻炼，以后多吃点养养吧。我会努力多吃的。木染轻点了下头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能更好的活下去。迪亚身材就像欧美的模特，修长又丰满，不过跟对方相处起来，让人无法忽视的反而是她自身的气质，冷艳中又带着贵气，很有气势，女王范儿的女人。而迪亚侧头看了木染一眼，忍不住在心里赞叹，脸蛋真小，这么可爱的雌性，要是在帝都指不定多受欢迎呢。想到便问木染：“你平时很受雄性们的欢迎吧？”这问话让不远处偷听的秋忍不住紧张起来，怕对方的追求者太多，衬得他越发不堪。而正洗脸的木染闻言动作一顿，歪头看他：“没有啊，我在我们那很普通的，从没有男生追过他，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大2的时候被几个中年油腻男人骚扰过，给他2000块钱说要包养他。”迪亚不信，普通？你说你这样的算普通？那个跟他长相相似的菲娜，凭着这张脸，让帝国的雄性都争得头破血流，用尽一切手段，只为拜倒在菲娜的石榴裙下。结果告诉他很普通，对方一副你有点虚伪的眼神，给木染整不会了。兽人都是直来直去的性子，好看就是好看，不好看就是不好看，不整那些虚的。迪亚不满道：“木染，你说这个我可不信，我有眼睛。”木染无语地瞅向他，他眨了眨眼：“那你的意思是，你认为我长得好看了？瞧瞧这勾人的样，要是对着雄性眨一下，那个雄性估计激动的心都能掏出来给他。”迪亚没好气道：“我是雌性，你别来勾引我，我只喜欢雄性。”什么跟什么呀？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？迪亚，我想洗一下头发，被绑这么多天早就油了，你洗吗？不说还好，这一提醒迪亚就觉得头痒的不行，洗必须洗。没有洗发露，就用秋给找来的树叶，叶子揉烂后的汁水，别看绿油油的，倒是有很强的去污效果。有秋在一旁守护着，两人蹲在河边痛快地把头发洗了。洗完之后果然清爽了许多。之后两人一束，在距离河边不远处的地方坐着。木染困得打了个哈欠，迪亚还不困，一直在观察周围。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有点奇怪呀。我们在河边待了这么久，怎么一只小动物也没看见？是哎，还真没看见。木染一听，睡意下去了一点，直起身子朝周围看去。绿藤轻勾了勾雌性的肩膀，便在地上写字：“我在这，没有小动物敢靠近。”迪亚恍然过来，笑道：“我倒是忽略你了，还好有你在，我们今晚能睡个好觉了。他们真的挺幸运。”木染没说什么，只是悄悄地给直兽竖起大拇指。忽然背后一痒，他下意识去挠，果不其然摸到一个小可爱，身体顿时一僵，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虫子，但最小都有指甲盖那么大。木染顿时膈应的坐不下去了。迪亚也养尊处优惯了，也受不了这野外的环境。这时绿藤轻晃了晃，挪动束脚移到了木染旁边，写道：“靠着我，没虫子。”并且催生了许多藤蔓枝叶，最终圈出一个直径2米宽的藤蔓草垫才停止。迪亚真没想到这直兽能做到这种程度，真心的夸赞道：“秋，你的异能很厉害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使用异能的兽人。”秋自傲地挥了挥绿藤，表示这都是小意思了。木染则是不好意思地问道：“我和迪亚睡这上面，会压到你吗？”绿藤摇了摇，表示不会。迪亚本来还有些犹豫，在他的认知里，哪怕秋是一棵树，那也是雄性，靠着树不就相当于跟他一块睡了吗？所以他并不想。但藤蔓垫子就不同了，他可以躺远一些，避免双方都尴尬。他懂秋的心思，自然会识趣。而木染就没想那么多了，他当然也不会想到对方这么周到，只为了靠他近一点。他和迪亚头挨着头躺着，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床。如果不是身旁有迪亚和秋，他怕是不敢就这么躺下的。秋静静地看着雌性的睡颜，心中却有一种别样的满足感。毫无睡意的秋，藤蔓肆无忌惮地生长着，慢慢地竟长成被子的形状，小心翼翼地盖在木染身上。
在贴到雌性身体的那刻，秋亢奋的都在颤抖。黑夜中树顶的某个枝杈上，突然冒出了一个花骨朵，并长出了一朵小红花。秋紧张的吸着气，仅仅只是拥抱，就让他激动的又开了一朵小花。睡梦中的木染感觉身上多了一些厚重感，下意识的拽了拽身上被子，紧紧的抱在怀里后才睡得更香。而被雌性抱住的秋，只觉得一股热流直冲天灵盖，刺激的他又开了一朵花，这朵花甚至还渗透出了液体，差点让他的理智瞬间崩溃。但雌性的味道又让他稳了下来，他的心被胀得满满的。他想这是他最幸福的一夜了。啾啾啾啾，鸟叫声让秋猛然惊醒，忍不住后怕惊愕，他竟然毫无防备的睡着了。秋不舍得把藤蔓收了回来，在离开雌性身体的那刻，他猛然间想到了什么。等等，他昨天清醒了一天，竟没有头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自他精神力崩溃被送到瓦莫星之后，他的意识无时无刻的不再和异族病毒较量着，只要他清醒着使用异能，就会头痛欲裂。但昨天他使用了几次异能，竟然没有感觉到头痛，这难道是他被侵蚀的前兆吗？想到这个可能，秋忍不住心生慌乱和悲凉。他才认识雌性一天，怎么可以？不，他不能就这么妥协。藤蔓愤怒地挥舞着，一只早起抓虫吃的鸟经过此处，不幸地被藤蔓缠去，连一口虫子都没吃上，他就永远地沉睡了过去。没有了藤蔓被子，木染是被冷醒的。天亮了吗？他的声音让浅眠的蒂亚也醒了过来，坐起身看向了他，朦胧的美目渐渐清明。木染看了看两人的位置，下一秒便轻笑出声：“蒂亚，你还是看看你自己睡哪了吧，看来你睡觉不老实哦。”蒂亚定睛一看，好吗？他自己都快滚出垫子外了，面色闪过尴尬的红晕，轻咳一声解释道：“我可能认床吧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翻着翻着就到这了，哈哈，这很正常啊，有时候我睡觉也会来回翻。哎，这哪里来的小花，好好看。”木染发现腿上掉了朵小红花，随手就捡了起来，小花朵红红的，像玫瑰的缩小版，又艳又好看，还凑到鼻子处闻了闻。殊不知他这一举动让秋浑身一震，那是他的小雌性，他竟然放到了嘴边，不要，他会忍不住的。从哪吹过来的吧？这里到处都是花。蒂亚对花并不感兴趣，清醒后就从垫子上爬起来准备洗漱，顺便跟秋打个招呼：“早啊，秋，昨晚谢谢你了，我们睡得很舒服。”秋挥着藤蔓回应。这时木然举着小花笑道：“秋，你看这小花好看吗？我给你别藤蔓上吧，多个小点缀很好看的。”秋挥动的藤蔓一僵，小雌性你是认真的吗？他轻拽住秋的绿藤，但是藤蔓太坚硬，花瓣还被他给捏烂了，他只好讪讪的丢掉。这个花不好，等我找到更大更好看的花朵再拿给你吧。听到小雌性的话，顿时心塞得快无法呼吸了。他要怎么告诉小雌性，他的花其实并不小？河边正漱口的蒂亚看到他和藤蔓的互动，差点没呛出来，好笑的提醒道：“木染，秋是雄性，雄性大都不喜欢花，你不要为难他了。”这话让木染一愣，是这样吗？抱歉，我不知道雄性不喜欢。秋连忙摆动藤蔓，表示没关系。木染真的很好了，就算在帝国植兽，也因习性特殊，大多时候也是不被理解的。木染看着摆动的藤蔓，轻吐了一下舌头，心想秋脾气真好。忽然绿藤缠了一个东西扔到了他面前，木染定睛一看，是一只死透的鸟。他诧异地问：“这是你给我们打来的猎物吗？”秋点了点头。木染心里惊喜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非亲非故的秋竟这么细心的照顾他们，他发自内心的感激道：“谢谢秋，谢谢你。”已洗漱好的蒂亚走了过来，捡起地上的死鸟，朝植兽轻点了点头致谢。秋，你是一个好雄性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如果我们能离开这里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找人来治愈你的。闻言，秋下意识的激动，但很快又冷却下来，因为他知道他不可能被治愈了，这是女王都做不到的事，又有谁能比女王还要厉害呢？绿藤失望的在地上写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没人可以治愈弃兽。”短短的一行字，让蒂亚心中一紧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发现自己说不出反驳的话。木然也看见了，他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会治愈不了？”秋动了动绿藤，便沉默着。蒂亚的神色也多了一些惋惜和无能为力，沉声道：“因为帝国的雌性太少了，如果每个雄性兽人都能找雌性伴侣，那就不会存在弃兽了。”木染愣住了，现在他后知后觉的才明白雌雄比例100是什么概念。他觉得这个比例太可怕了，不由担心地问：“蒂亚，你们帝国雌性真的这么稀少吗？那岂不是99%的雄性都要变成弃兽？”蒂亚闻言顿了顿，然后摇头道：“并不会，每个雌性最少都有5、6个雄性伴侣，上不封顶。如果雌性能承受住的话，上百个也是有的。帝国还真有这样的强悍雌性，女王还公开表扬过呢，并给予了那个雌性家庭一笔丰厚的补助金，以及只要是那位雌性所生的孩子，全都可以免费接受教育。自结婚以后，不是在怀孕就是在生的路上。听说那雌性还不到200岁，就已经有300个孩子了，是兽人帝国当之无愧的最能生雌性。在异族的侵略下，不知道多少生命体被蚕食干净。兽人帝国抗到现在，就靠着惊人的繁衍能力。反观木然已经被蒂亚的话给惊到了。什么100个也太夸张了吧？那雌性是不休息的吗？就算他身体承受得住，那这么多的伴侣，他确定都能记得住谁是谁啊？木染的三观遭到了强烈的冲击，身旁的蒂亚一副再平常不过的样子，秋也没发表什么意见，在他看来这确实是很正常的事，再优秀的雄性也改变不了和他人分享伴侣的现状。他这么惊讶，蒂亚倒是奇怪地问道：“你似乎很震惊的样子，难道木染你的家乡不是这样吗？”木染摇头：“不是，我家乡的雌雄比例接近1，每个人有1个伴侣就够了。”这话一出，蒂亚和秋当场震惊：“天，真的吗？
你们家乡的雌性和雄性一样多。木染嗯了一声，差不多吧。可惜我回不去了。蒂亚还处于震惊中，他不敢想象木染的家乡是怎样的一个世界。秋则是十分羡慕，他甚至想象不到雌雄数量相等的国家该是多么的稳定和幸福。蒂亚也想起了昨夜木染洗脸时说的话，也许他说自己普通，并不是谦虚自傲，而是雌性真的太多，所以雄性才不稀罕。他觉得他真相了。咱们话题扯远了，秋真的不能被治愈了吗？不是说找到匹配的雌性就可以？秋这么好，如果变成了没有理智的野兽，木染光想想就忍不住在心里替秋难受。话题被扯了回来，蒂亚只是遗憾地摇着头，大概率是不能了，因为秋的精神力被病毒侵蚀得非常严重，已经崩毁过一次。雌性的精神力虽然可以帮助雄性抵御进化，必须在崩毁之前才行。木染也听明白了，一想到秋是在慢慢等死，他就忍不住难受，眼角不受控的发红湿润。反观秋是最平静的，他早就知道了自己的结局。不过在看到木染和蒂亚都为他难过的时候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觉得这一辈子也值了，至少还是有人惦记着他的。藤蔓悄悄缠上了雌性的手腕，带着柔和的安抚之意。木染鼻子酸酸的，但就被自己手掌心发出的柔光给惊住了。这是什么？他像被烫着似的甩开了手，惊愕的来回翻看着手掌。这一喊把蒂亚也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？木染指着自己刚才发光的那只手，激动的都结巴了。你们刚才看到了吗？我手好像发光了。蒂亚一脸古怪的瞅他，发光怎么了？你看我也能。说着他便摊开手掌，下一秒他的手掌心便冒出了红光，这是异能的光晕，就算是刚出生的幼崽也会有的。木染傻傻的眨着眼睛，反应不过来的重复道：异能的光晕，总不能他也有异能了吧？他不可思议的张开手掌，想要再看一眼刚才的柔光，然后这次却是什么都没有，仿佛刚才看到的只是错觉。说到异能，蒂亚才想起来问：对了，木染，你是什么异能？我昨天碰到你的时候，感觉你的力量很奇怪。闻言，木染茫然的抬头，奇怪的力量？可我没有异能啊，怎么可能没有？你昨天碰我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了。蒂亚皱眉看他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。反观木染却是神色复杂，他现在也不敢笃定的说什么了，因为他昨天也觉得自己身体有点奇怪。蒂亚，让我摸摸你的手吧。蒂亚不疑有他的把手伸了过去，蒂亚能明显的感觉对方身体蔓延出来的温和力量，不一会他就感觉无感亲密。反观木染却截然相反，一开始还是正常的，忽然像是受到了什么冲击，面色顿时苍白如纸，紧接着眼一翻就昏了过去。